这个是绣球形的。那我们先画一个绣球形的，好不好？先画一个绣球形的。你们是要看画这个花头，光看画花头还是画作品？画花篮加牡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作品啊。那大家说要画一个篮子是吧？要不画一个40斗方，画大一点，画一个40斗方。也不知道画不画得完啊。那就画一个40斗方，40斗方是多少乘以多少？是正方形的啊，69乘以69。中线，把中线位置找上。那我们就画一个篮子，这里画一个篮子。把篮子里面装，看一下能画下多少朵花就装多少朵吧。我们先设定这个3朵，先设计这个3朵花。这会有叶子，两边也会生出来一些叶子，中间也会有一些叶子。这后面这一朵放在后面啊，我们先把叶子画了，再画那一朵，让它有这种这种前后的这种层次关系，不可能花都是在前面。好，大概这样子哈，那就大概这样子画一个篮子。花的话，颜色的话，我们刚刚这一朵花看一下啊，把刚刚这朵花画进去。这朵花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来分解一下颜色吧，分解一下颜色。构图我们已经分解了，我们就分解一下颜色。好，我们还是一样，太白加3青，那我们今天就加3青了啊。好，玫瑰红，珠标大红玫瑰红。好，我们用珠标，用一点珠标，这一块有的地方用一点珠标，然后玫瑰红好，我们用玫瑰红，然后呢，还要用曙红吗？不用曙红吧，直接玫瑰红胭脂好不好？少一点颜色，等下太复杂了，太多颜色了，我们就这么多颜色就可以了，好不好？就这么多颜色就可以了。好，我们首先来调一下颜色。首先要把我们要用的这个颜色调好，先调个底色。太白3青。
我们这个底色是太白加三青，你们说的加三青，我们就加三青来试一下，试一下它是这种干浓度行不行？如果太干了，我们画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画不动，所以我们也不能太湿了，也不能太干了，要刚刚好啊。好，我们把今天要用的这个颜色，桌标玫瑰红胭脂。好，我们来这3种颜色哈，珠标、玫瑰红、胭脂。我们调色，首先我们就是有很多家人总是说调色调不好，大家因为调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比较难题，所以说经常在讲调色。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这几个颜色哈，底色我们一直在讲哈，底色是太白加三青，我们调成这种纯牛奶状，干湿它的多干多湿，我没办法去量它没有办法去测量它的干湿的度，但是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就像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多去调，多去尝试，就能感觉得出来。我这样滴水，你们看得清楚吗？来，看得到吗？我这样滴水，你们怕也看不清楚吧？看得清楚吗？我用手上画一下给你看一下啊。来画一下，它是这样子的状态，这种浓稠度看得到吗？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浓稠度，但是你要刮掉，你蘸了之后要刮掉，要这样轻轻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水分不要太多了啊！我们调色的时候水分太多了，我们画的时候就会一滩水在纸上，你们可能把控不好。牛奶状。好，然后我们调第一个颜色，这个我们用3个颜色哈。珠标、玫瑰红、胭脂。那么第一个颜色我们通常是调一层薄薄的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一定要调均匀。我们调的时候笔要不停的转动，而且这个笔是睡在盘子里调。我通常基本上是睡在盘子里调的哈，你如果笔竖着调，它的颜色永远上不来，永远只能在笔尖上。所以我们的盘子，我们的笔肚要紧贴着这个盘子来去调这个颜色。好，这个珠标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然后我们第二个颜色调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3，你看一下你的颜色想画深还是画浅？你想画浅一点，你调少一点；你想画深一点，你就调多一点颜色。这由你决定哈，不是由我决定，由你决定。好，我们调浅一点的话，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那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花瓣，好不好？那我们画花瓣的时候，我们画这个小写意通常用的都是侧锋，大部分都是用侧锋。我们其实画，上次有家人说，这个侧锋、逆锋、中锋、驼锋什么锋的这些笔法适合画大写意，它会不停的这种展泛，灵动的展泛。但是我们的小写意，它可能大部分用的是侧锋。你看这个，我们画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我们也是一个侧锋。下笔往这边推过来，我们这是推过来，然后一边点一笔，这边再点一笔，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花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花瓣。
有大的有小，我们不需要说把这个花瓣画的多圆，你看它不是说很圆，不是说很圆，但是它很自然，这个花瓣也很好看，是推直接下笔往这边推哈，往这边推，你看着我的花瓣形状去画啊，你不是说你一定要看什么笔法，哎，我什么动作，我们什么笔法，我们是看花瓣的形状，花瓣的姿态，你想要画出怎样的姿态，按照它的花瓣的姿态，我们去决定我们的笔法，好不好？大部分用的是侧锋哦。来调一下，转一下，有没有看到我在转动？有没有看我在转动？这样调，这样转，调这个手这样子转吗？那这3个手指这样转，这个3个手指这样子动嘛？那你要练熟了就会了，要多调多试嘛，是吧？要多调多试就会了。你看这样子，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你捏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很灵活？那你捏筷子很灵活，那你捏这个毛笔的时候也会一样的可以会很灵活的。慢慢来，好吧？要多练习。那这个是正面、侧面的花瓣，1笔、2笔。那基本上都是侧锋哈，都是侧锋画的。像我们画的这里所有的花瓣，基本上都是侧锋。那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个是侧面的花瓣。我们的笔尖始终在这一条线上，那我们的笔有没有转动，你就看这个形状。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转动。那有的时候不用转动，你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其实我们都没有转动哈，其实我这个笔基本上都没有转动，看到了吗？是不是没有转动的？但是你的笔，假如说你的笔扁了之后，你调色的时候你把它调扁了，哎，调扁了的时候，你画这个勾尖的时候你可以好画。那你到中间你也可以把笔稍微的转一下，那这样子转一下，这个笔又尖了，可以转一下哈，那可以往后转一下。那你画的时候这样子笔这样子转就可以了。画的时候这样子转，一边画边转动，这个按照这个花瓣的形状去转动也可以转动的哈，转动起来也可以。再来试一下，来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那我们再转动，为了是让这个笔尖始终在这一条线上啊，为了让这个笔尖深色的这个颜色始终在这一条线上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要转动一下。大小怎么掌握？大小你的手的轻重来掌握啊，手的轻重来掌握。提起来，按下去的转动，角度就是这个笔离纸面上的角度，你看这个是90度，那这个是45度，那这个是30度。那你30度的时候，45度的时候，它是不是小一点？那我们现在45度。45度这画过来它是小一点，那我们现在在30度的时候，30度一点，它是不是就宽一点？角度哈，这个宽窄这个大小是看我们的笔肚离纸面上的角度，啊，这个是笔，离角面上的角度，角度越小的话，它的花瓣就越小，这个角度越小，这个花瓣的越大，角度越大，花瓣就越小。所以说还是要多练看感觉哈，多练看感觉，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不需要去死记，的，一定要靠多练的哈。从花瓣练起，初学者一定要从花瓣练起。练习调色，练习这个花瓣。一开始画作品肯定是无从下笔的，慢慢来，好不好？慢慢来，没有说一下子就是画画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慢的动作，它不是说你可以速成的，速成只能画简笔画。好，我们再来画一下，按下去提起来，在角度小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来，你可以这些。你看这个地方可以有这种弯度，不需要说太直了，会太死板。然后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是要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
不能说我3个瓣都是画一样大，那么它这个侧面花瓣，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调色的话一定要调均匀，你看我们调均匀之后，颜色是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色。就有一些家人这个颜色两节分得很开，这里是很白，这里是很深，那说明你调色的时候你是这个角度太大了。就是我们调色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没有角度，调色的时候在盘子里是没有角度的，没有角度，这个笔是贴在这个盘子上的，明白吗？贴在这个盘子上，你的颜色才会慢慢的均匀的到笔肚上面去。好，我们现在是解决了一下这种，就是开播前稍微的给大家解决了一下这个画花瓣和用笔和调色这个正瓣哈。来，我们来先画一个反瓣，再来一个正瓣，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拿这个反瓣，那我们想要把这个反瓣补齐，补上它的正瓣。我们笔肚上有个干的，我们就加一点底色。那补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稍微的调深一点点哈，把颜色调多一点点，调饱满一些。我们的反瓣和正瓣的颜色稍微有一点区别。那我们画正瓣的时候，也稍微的加一点胭脂。画正瓣的时候，你要这个反瓣里面添加一个正瓣的时候，你从这个缺口开始加起，从缺口这一个缺口站到另外一个缺口来。啊，这一笔转过来，然后从这个缺口再出发，再来一笔，这一笔稍微小一点。好，那这2笔哈，那这个根部的地方你也可以再加一点啊，加一点这个第3笔，那这样子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有正有反的一个完整的花瓣。这是有正有反的一个完整的花瓣，当然这只是一个基础形状，假如说你想把它放大，你可以画更大，或者是更大，你可以画更大都可以哈。这只是一个基础的形状，你可以无限的延伸，从各种各样的姿态的，就是无限的延伸，把这一个花瓣画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去都可以的。好，我们画一个篮子哈，就是你们说想要看篮子，想要看这个篮子里面的牡丹花。那篮子和牡丹花，我们首先来画一个篮子啊。首先画一个篮子的一点点哈，画出一边有一些是在外面的。那么调一个画篮子的墨，调一个淡墨，先在笔肚里面调一个淡墨。这个水，这笔肚里面有水啊，有水，然后你加一点点墨在这个旁边上调一下，在旁边调一下，淡墨不要太浓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笔弄扁它，然后蘸这个浓墨，一边蘸一点这种浓墨，一边蘸一下这个浓墨哈。我们来画一个这个篮子的一个题的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好，篮子的一边啊。好，我们先画这么多，就有大部分可能现在不画，我们先画牡丹花，篮子的外面的一部分我们还是画一些吧。这个篮子我们稍微的不用画的太过于小写意，我们稍微画大写意一点点啊。这个篮子的这个边缘这一块，篮子的一部分啊，我们先画一部分出来，就是因为这个花里面还有花。好，这个墨太浓了一点点。
我们要快速一点点，这个笔法要快一点，就是笔尖可以落笔，笔尖落笔蹬一下，然后中间这个要走快一点点。笔尖沾一点墨。大家要走快一点啊，中间这个笔要走快一点。把这个篮子加大一点。好，我们先就画这么多哈，先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画花，画完花之后我们再来补充。不要画的太整齐了，就有一点不规则的这种感觉啊。这个边上的这个边框，我们用这个感觉有竹子来穿起来这种感觉。好，我们这个篮子先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开始画牡丹花。把牡丹花装满了之后，需要再补充这个篮子的时候，我们再去补充，好不好？对，黑色全是墨，没有其他颜色，全是墨，全是墨。然后篮子画的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这个写意的意到为止，不需要画的太复杂。哎，那我们先画这个花，这一朵花。刚刚说的是这一朵哈，我们画这一朵花，稍微的镜头拉近一点。那我们现在是看画花的时候，我们镜头稍微近一点呢。好，我们来开始调色。首先把这个珠标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玫瑰红，调这个玫瑰红。笔尖上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深色，留一点点深色在笔尖上。好，看一下这朵花放在哪个？放在这个篮子哪个地方啊？放在这个篮子的这个地方啊。放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在这里画啊。这朵它是一个绣球形的花，各种姿态的这种花瓣组成的这个绣球形的这个花。这个花瓣是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好，我们这种浅色的花瓣，笔尖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深色啊，我们有浅有深。这个花的话有点像二乔，它两边的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好，笔尖不能像这一笔的话就不行哈，笔尖这个颜色它直接就深下来了，这样子就不行，这样就说明没有调均匀。所以我们调色很重要，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画出来这个花它才会灵动，才会好看。啊，你看这种各种各样的形状的花瓣，你去组合，没有规律的，哪有1、2、3、4？你这个怎么定位？你说没办法定位哈，我们的画法没有定位画法，定位画法只能画出这种一样的、比较死板、不灵动的这种牡丹花。我们的画法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子自由的去组合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花瓣，各种各样的笔法，你自由的去组合。来有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花瓣，那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笔尖在不停的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上要有深色，它颜色才会有这种颜色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好，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稍微的画深一点点啊，不是，我们现在笔肚上没有底色了，我们要加一点底色。笔上什么时候加底色？就是你的笔干的时候就加底色了，笔上画不动的时候就加底色了。好，我们现在画一些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的。好，颜色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都是一些小碎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然后我们画的话，没办法跟这一朵花，这个花一个物象在这里，我们去画它，它只是一个参照物，并不是说我们要画的跟它一模一样。
好，这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还是那几种颜色啊，还是那几种颜色。那这边我们来一些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花瓣啊。有的地方我们加一点胭脂。颜色有的地方会深一点啊。这个花瓣让它多变一点，让它扭曲一下。这样各种各样的花瓣，你任意的去组合，没有什么规律的。然后我画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它有规律啊，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让它有规律。像这一朵花，你看它各种各样的花瓣，怎么去找它规律的？今天的笔肚里面是太白加三青，今天没有加三绿，今天是加了三青哦。现在这个深色的地方笔尖是蘸了胭脂啊，浅色的地方是没有蘸胭脂的。哇，这个笔肚里颜色没有调均匀，刚刚没有调均匀，你一画就能够感受得出来啊。所以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这个笔还是睡在这个盘子里挑。好，这里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碎一点的花瓣，比较长。
我们长长的一笔一笔的这样子点下来，它自然会有这种笔触感，有这种笔触感也会显得它这个花瓣会显得很灵动。那有的时候直接一笔大的，所以说这个花瓣要有相间，要有这种宽的直接画过来，这种大一点的花瓣，还有一些小的花瓣，各种各样的花瓣你去组合它。那也有这种直接跳出来的。来各种各样的姿态的花瓣啊，有长的，有短的，还有软一点的。三青和三绿它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相差不远啊。你要想偏蓝一点，你就用三青；偏绿一点点，你用这个三绿，颜色是差不多的，出来效果它没有太大的，因为我们那个只是打底，打底让它跟这个纸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它不会说对你的花的颜色整个色调不会说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你的整个这个花的这个颜色受不到很大的影响啊。好，这里来一些这种小的碎瓣啊。好，这朵花我们基本上已经画了一大半了，它就是一个球，就是一大半就已经画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倒一点出来，这个底色倒一点出来，里面再加一点三绿进来，加三青也可以哈，直接再多加点三青。我现在没有三青，我这盘子正好有三绿，我就加了一点三绿。就是所以说你是三青三绿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然后加点胭脂，加点胭脂，加三青三绿是一样的效果。你看我本身加的是三青，但是我现在旁边盘子里正好有这个三绿，我就直接弄了一点三绿进来，它也是一样的。然后加一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底色把它变更深一点，这个底色调得更深一点。然后其他的颜色还是一样的调。今天是就用的这三种颜色，珠标、玫瑰红、胭脂这三种颜色。今天这朵花就是这三种颜色，水分多了，你看到吗？家人们，你们调的时候这样水分掉了一盘子，说明水分多了。就是我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沾掉一点水分，用这个废纸把这个水分沾掉一点点，不要让盘子里掉一盘子水哈。这样子掉一盘子水，那说明这个水分是大了。水分大了，你就很容易掌控不好，特别是我们的粗鞋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掌控不好，你们要把水分吸掉一点点，然后再去调色，然后再画。好，我们画底下这个花瓣的时候，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你看它跟这个上面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要有这种区别，它的这种整朵花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层次感才会出得来。
我们可以先画外围的，然后中间的缺口我们再去补上，也是可以的。好，到时候这个花瓣去补充。我们这个它是一个球状的花，球状的就是很圆的一个球。好，你就去各种各样的去补充啊，像这种缺口，你再去把它填上就可以了。然后你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一下花瓣。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花型，看一下哪里的花瓣我们需要加多一点。好，我们就用这个底色来调整啊。现在我笔肚里面只有这个底色，稍微的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然后看一下这朵花哪里需要去调整。好，我们第一朵花，这个第一朵花就画这样子的，这个是这个实物，然后我们画出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它的颜色的深浅变化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明显，我们这边要再深一点就更好，我们再把它加深一点，有些地方我们把它更加深一点，就是我们要颜色更重一点点的，就是颜色调多一些啊。想它加深一点，就把颜色调的更加多一些。不轻易的去加吧，画好了之后，我们还是不要太轻易的去加它。复笔了之后，它会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去复笔它了。就已经就画了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我们稍微的补充一下，让它深的地方更深一点。
就是很多家人的作品，就是复笔了之后它就会起毛，所以就不用复笔，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画第二朵啊。哇，这一朵画的特别大呀，这个还画这个篮子，这个还画的太下了一点点。我们这边再画一朵，这里来一朵，这里来一朵，这里来一朵更浅一点的，好不好？这里要画就画一朵更浅一点的。画一个，我们找一朵花，来画这一朵好不好？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绣球形的，也是一个绣球形的，就是朝上，下面的花瓣大，那只是一个参照物而已，并不是我们一定要画成这样子。那这一朵的话，我们加一点这个大红进来，这一朵我们加一点大红。玫瑰红还是要用的，只是我们再加一个大红。好，还是用一样的底色，我们底色再把它搅一下。好，我们还是一样，这个珠标还是要用哈。好，这个花的话，这个花瓣可碎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看这个实物碎到不行了，真的很碎，所以你就随意的画。你看这些花，我们能有规律吗？能把它定位吗？你说我没有办法定位，所以说我们教你们都是这种灵活的方式去画，就是按照这个实物灵活的去画。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的这种花瓣，你去任意的去组合，我们就是比较随意的。那这种真的画起来只能快了，就是慢的话你就没办法画了，颜色越来越浅啊，颜色越来越浅。
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很碎很碎，让它很碎很碎。你直接这么去画它，就很随意的去画它。所以说，你只有随意的画，它才会更加灵动。如果你太细心了、太细致了、太刻意了，就没有办法画出你想要的这种灵动感，明白吗？好，因为它上面的颜色越来越浅了，而且花瓣也还是一样的很碎，都是比较碎的，我们就是任意的去点。好，这个更碎哈，这个花瓣碎的花瓣，我们就这么去点，看到了吗？就是笔法，你的笔就不停的，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花瓣了。很随意的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沾一点点珠标，一点点大红，只需要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太多颜色啊。你看这个马上这种灵动感就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在笔上干了的时候就占底色，笔上干了就占底色。有的时候就是要随心所欲，有的时候你可以很仔细，该仔细的时候就仔细，该随意的时候就随意，要随心所欲画出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牡丹花。主要就是调色，你把调色掌握之后，你多临摹，前期都是要靠多临摹啊。就是大家不要想着我一开始我就能画出怎样多好的作品自己创作，就是我都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可能一开始就说很厉害能自己创作。就是哪一个画家从开始的话都是从临摹开始。好，这下面有一点这种颜色比较深一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花的前后层次搞清楚啊。这一朵花它是在后面的这个层次啊。好，这后面来一些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花瓣，把这个衔接的地方我们细心一点啊，花瓣与花瓣两朵花衔接的地方我们仔细一点。好，来我们现在画这个大花瓣呢，画这个大花瓣我们就占前面我们调的这个深的底色，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底色。哎，这个深色的底色已经没有了，我们沾一点过来啊，从另外一个盘子里加一点进来，我们再加一点胭脂进来，加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底色再加深一点点。我们现在这边的花瓣，我们加一点这个玫瑰红，两边的花瓣，我们底下的花瓣稍微有一点区别，水分大的时候你沾掉一点点，不要让水分太大了。好，这边的花瓣我们加一点玫瑰红，然后加点胭脂。哎，稍微颜色有一点点不行，试了一下这个颜色，光玫瑰红不加大红，它的区别太大了啊！我们还是要加一点这个大红进来。
还是要加点大红进来啊。好，这个大的花瓣让它很大，大的花瓣让它很大，水分很多啊。好，这两个花瓣衔接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分出来。还有这边的花瓣，这边的花瓣它又是加一点珠标了，底色还是一样的，但是这边是加珠标和大红，也是一样，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啊。底下的花瓣稍微深一点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看到这一朵花好看吗？觉得哪一朵花好看？这两朵花的话，这两朵花你们更喜欢哪一朵？加点胭脂啊，底下的这个花瓣我们加一点胭脂。来，这个花瓣与花瓣衔接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小心一点，要把前面这朵花要把它提出来，要让它这个层次不要把它遮挡住了。我要这个画这个的时候，所以要小心一点点。好，基本上这朵花也完成，我们再调整一下，看一下它的花型哪里需要去调整一下。我们蘸一点点底色，蘸一丁点大红，把这个整个花型再进行调整。加上一点点哈，把这个花型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了。稍微深了一点点啊。好，基本上可以了，我们拉远看一下，然后把这一朵实物摆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好看吗？我们画了两朵花了，这两朵花哪一朵好看？你们说哪朵花好看？这个是第一朵，这个是第二朵，你们喜欢第一朵还是喜欢第二朵？这两朵花的颜色，这个花的颜色是这样子的，然后第二朵花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在这个颜色基础上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大红。这是我们今天大概的一个构图是这样子，设想是这样子，待会儿能不能画成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会变了，因为画面在画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根据这个画面的需求去改变，不一定是这样子哈。今天第一朵花就是用的前面这些颜色，第二朵花就加了一个大红色。那我们现在先画一下叶子好不好？我们先加一下叶子，然后我们不能说在篮子里的花都是在面上都是看得到的。如果在篮子里的花，肯定是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是不是？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所以在后面，所以我们要先画一些叶子，然后再画后面的花，好不好？